我先問你一個問題：如果現在把你丟進日本中世紀的戰場，手上只給你一把武士刀，而對面正衝過來一個拿着2公尺多長、前端裝着彎曲刀刃的家伙，你猜自己能撐幾秒？答案是，你可能連拔刀的機會都沒有，因為你還沒走近能砍到對方的距離，那片刀刃早就橫掃過來了，先勾開你的盾，再削斷你的手臂，接着就是脖子。如果你騎在馬上，他甚至連馬腿都不會放過。這個東西叫做剃刀，日文寫作拿吉拿塔，看起來就像有人把一把彎刀硬生生接在一根長棍上，但它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並不只是比刀更長，而是它把刀的切割力和長槍的攻擊距離硬是縫合成了同一件兵器。你以為日本武士的靈魂是刀？錯了，在真正混亂、骯髒而且沒有慢動作重播的古代戰場上，比武士刀更早撕開日本中世紀的其實是這個東西。而且我可以說得更直接一點，武士刀是武士希望後人看見的自己，剃刀才是日本真正經歷過的戰爭。一提到日本武士，你腦中浮現的是什麼畫面？一個男人站在風裡，左手壓着刀鞘，右手慢慢握住刀柄，兩個人互相凝視，等着那一瞬間拔刀決定生死，很帥也很假。真正的戰場從來不是這麼一回事。當箭雨鋪天蓋地砸下來的時候，根本沒有人在乎你的拔刀姿勢好不好看。幾十個人擠進一條狹窄的山路，互相砍殺時，也不會有人等你擺好架勢，報上姓名，再堂堂正正來一場公平對決。戰場只在乎3件事：誰能先碰到對方，誰能先破壞對方的重心，誰能在自己受傷以前先讓對手失去戰鬥能力。就是這麼簡單，簡單到近乎殘忍。而剃刀正是從這種冷酷的戰場邏輯裡長出來的。剃這個字本身就帶有橫掃、割倒的意思，它不追求精準利落的一刀斃命，它的動作更像是在割麥子，刀刃順着長柄揮出一道巨大的弧線，從側面橫掃過去，可以砍，可以削，也可以刺。彎曲的刀身還能用來拉扯勾絆，直接把人從馬上拖下來，或是破壞对方的平衡，將人拽倒在地。而且剃刀不止前端能打人，长柄可以撞擊，可以格擋，尾端的金屬配件也能在轉身時反手補上一擊。真正熟練的剃刀使用者根本不需要每一招都把敵人劈成2半，他只需要用刀刃逼你後退，再用柄端撞開你的武器，下一個動作就能直接取走你的性命。但最讓人背脊發涼的是它最核心的戰鬥邏輯。剃刀的優勢並不是建立在誰的力氣比較大之上，它真正掌控的是距離。只要距離還在，你就碰不到它。你想趁它揮刀的空檔衝進去，對方只要雙手一滑，改變握法，原本2公尺長的兵器瞬間就能变成近身纏鬥的武器。遠了可以掃，近了可以切。拿刀的人是在尋找機會，拿剃刀的人則是在決定這一塊空間到底歸誰。你仔細想想，這2種戰鬥思維的差距究竟有多大？從平安時代末期到镰倉時代、南北朝時代，日本戰爭的環境剛好替剃刀提供了一個最適合他的舞台。那個年代的武士和你現在想象中的武士其實完全不一樣，他們最重視的技能並不是刀法，而是騎馬射箭。弓箭才是当时武士用來證明身份地位與軍事能力的真正硬實力。可是當戰爭從開闊地形進入山路、河谷、寺院、城牆與村落之後，馬匹的優勢就會迅速消失。箭射完了，隊伍撞在一起了，原本保持距離的戰鬥突然變成了面對面的步戰。這時候刀太短，往往還沒碰到敵人，自己就先挨了一下，而長槍的集體戰術尚未完全成熟，在狹窄地形裡又不夠靈活。剃刀剛好卡在2者之間，它夠長，可以威脅騎兵，它也夠鋒利，可以對付穿着鎧甲的步兵。它的使用門檻不算太高，武士能用，
寺院裡的僧兵也能用。對，你沒看錯，僧兵。我知道你現在腦中可能已經浮現浮世繪裡那些扛着剃刀、滿臉兇狠的和尚，你可能會覺得那只是藝術家的誇張吧？不是，那反而相當寫實。中世紀的日本寺院並不是你想象中只有誦經、燒香和修行的清淨場所。大型寺院擁有土地、莊園和財富，也擁有必須保護的政治利益。當朝廷、貴族、地方武士與寺院勢力彼此角力時，光靠誦經是守不住財產的。一座寺院若想在權力鬥爭中活下來，就必須掌握屬於自己的暴力，而剃刀天生就適合防守。一群拿着剃刀的人，只要守在狹窄的山門或入口前，根本不需要每個人都是什麼剑術宗師，他們只要維持住攻擊距離，進攻的一方就得拿人命來換。所以剃刀其實比武士刀更能反映日本中世紀的真實面貌。日本中世紀的戰爭從來不是兩名劍豪為了榮譽而進行的浪漫決鬥，它是朝廷、莊園、寺院、地方豪族與新興武士集團為了土地、稅收、道路和生存空間進行了一場又一場長期廝殺。剃刀的刀刃很長，但藏在它背後的利益鏈更長。它看起來只是一件兵器，實際上卻是一個權力高度分散的時代替自己量身打造出來的答案。到了南北朝时代，戰爭規模進一步擴大，鎧甲變得愈來愈厚，剃刀也跟着愈做愈大。有些剃刀甚至誇張到光是刀刃加上長柄就比一個成年男子還要高。這些東西當然不可能像動漫角色那樣拿在手裡隨便旋轉揮舞，它需要力量，需要技巧，更需要足夠寬廣的施展空間。但它們的存在本身就已經告訴了我們一件事：當時的戰場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失控的軍備競賽。敵人的鎧甲更厚了，你的刀刃就必須更大；敵人的人數更多了，你就需要更遠的攻擊距離。每一次看似合理的改進，都會逼迫敵人做出新的回應。但這也正是武器進化的詛咒。任何東西發展到極致的時候，也往往代表它已經走到了終點。剃刀變得愈來愈長，愈來愈強，對使用者的要求也愈來愈高。它需要很大的空間才能揮動。一旦身邊擠滿了自己人，原本威力驚人的橫掃反而完全施展不開。接着，日本戰爭的底層邏輯改變了，戰國時代來了。大明需要的已經不再是少數幾個能把剃刀舞得出神入化的猛將，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成百上千個能夠快速訓練、統一指揮、集體推進的炮灰，不對，是士兵。長槍開始取代剃刀，原因非常現實：長槍結構簡單，製造便宜，訓練週期短，最適合排成密集陣型。前排把槍尖對準敵人，後排跟着往前推進，整支部隊就像一面長滿尖刺的牆。剃刀能砍能掃，也能變換攻擊角度，看起來比長槍靈活上100倍。但戰爭從來不會因為一件武器比較帥，就讓它永遠站在舞台中央。當幾千個人開始按照命令一起行動時，個人的靈活反而會輸給集體的簡單。接着，火繩槍出現了，戰場距離又一次被拉得更遠。過去，剃刀可以控制幾步之內的空間，現在，一個只訓練了幾個月的竹青，卻能站在幾十公尺之外扣下扳機。槍聲一響，一個苦練10幾年武藝的人就這樣倒下了。荒謬嗎？確實荒謬，但這就是新的秩序。舊時代崇拜的是個人武藝，新時代計算的卻是生產速度、訓練成本、陣型密度與火力輸出。剃刀並沒有變弱，它只是被時代換掉了。這才是歷史真正殘酷的地方。許多東西之所以被淘汰，並不是因為它們不好，而是因為它們太過依賴一個已經消失的世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許多舊剃刀的刀身後來都被重新加工，人們把它們截短、改造，制成所謂的剃刀直系。原本安裝在長柄上的巨大刀刃，
就這樣變成了可以佩戴在腰間的刀。武器並沒有被丟掉，他只是被迫換了一副身體。這就像一名曾經在戰場上呼風喚雨的猛將，到了和平年代，只能脫下鎧甲，整理衣冠，坐進官署裡批閱公文。他還是同一個人，只是那個需要他的世界早就不存在了。到了江戶時代，天下逐漸太平，剃刀又經歷了一次更加魔幻的轉變。他離開了戰場，開始慢慢與武家女性綁在一起。許多人因此認為，剃刀天生就是一種女人使用的武器，甚至有人用一種非常現代的邏輯解釋：因為女人力氣比較小，所以需要利用長柄來彌補距離。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，但他把歷史說得太廉價了。不要忘記，中世紀在戰場上揮舞巨大剃刀的，原本是男性武士、身兵與步戰者。剃刀從戰場兵器變成武家女性的休息項目，並不是因為某一天突然有人發現它特別適合女性，而是因為社會重新替它安排了一個位置。江戶時代的武士已經很少真正上戰場了，但武家依然需要維持自己的身份與階級象徵。男人佩刀代表他屬於統治階級，女人學習剃刀則被賦予守護家門、維持紀律以及展現武家教養的意義。一件曾經在戰場上斬斷手臂、威脅騎兵的兵器，開始出現在武家宅邸、道場與嫁妝裡。它沒有因此變得溫柔，它只是被和平社會套上了一層全新的解釋。更魔幻的是，明治維新之後，武士階級消失了，槍炮徹底取代刀劍。照理來說，剃刀應該直接被送進博物館，但它又一次活了下来。20世紀前半葉，日本的女子教育開始把剃刀納入體系。學校與武道教育者宣稱，剃刀能訓練姿態、紀律與意志，也能展現女性的端莊與優美。一件原本用來殺人的兵器，就這樣被重新包裝成培養理想女性的教育工具。你發現了嗎？剃刀的歷史根本就是一場跨越千年的角色扮演。它曾經屬於身兵，屬於戰場上的武士，屬於守護家門的武家女性，最後又走進校園，成為女學生武道課的一部分。每一次轉變，社會都會理直氣壯地告訴所有人，剃刀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。但它明明一直都在改變，真正從未改變的，只有那片彎曲的刀刃。武士刀實在太成功了，成功到它已經變成一個乾淨、漂亮，而且非常適合輸出到全世界的文化符號。它象徵武士道，象徵忠誠，象徵決斷，也象徵一種孤獨而高貴的死亡。但這些形象究竟有多少真實存在於戰場之上，又有多少是在戰爭結束之後被文學、戲劇、政治與影視作品一遍又一遍打磨出來的？武士刀是日本替自己拍下的一張精修照片，衣服整齊，眼神堅定，背景乾淨，看不見泥濘，也聞不到鮮血。剃刀不一樣，他身上留下了太多洗不乾淨的痕跡。從他的長柄上，你能看見騎兵與步兵為了爭奪距離而進行的肉搏；從他巨大的刀刃上，你能看見南北朝時代逐漸失控的軍備競賽；從他被長槍與火繩槍擠出戰場的過程中，你能看見個人武藝如何輸給組織與生產；從剃刀直系的改造裡，你能看見舊時代如何拆掉自己的骨骼，硬是把自己塞進新秩序的衣服裡；而從武家女性與近代女學生手裡的剃刀，你又能看見一個社會如何重新發明傳統，然後再告訴所有人，這個傳統自古以來就是如此。武士刀講的是武士如何看待自己，剃刀講的則是時代如何使用一個人。戰場需要猛士的時候，他是男人手中的屠刀；和平需要秩序的時候，他被交到女性手中，成為家門與教養的象徵。當國家需要塑造紀律化的身體時，他又走進校園，變成一套被規範、被教學，也被賦予道德意義的武道。他從來沒有選擇過自己的主人。每一個時代
都只是抓住那根長柄，把刀刃轉向自己需要的方向。而那些握住剃刀的人，也未必知道自己正站在歷史的哪一個轉折點上。南北朝時代的武士只知道敵人的鎧甲變厚了，所以自己需要更大的刀。戰國時代的大名只知道長槍更便宜、更容易組織，所以剃刀就該被淘汰。江戶時代的武家女子學習剃刀，或許只是因為家族要求她這麼做。近代的女學生拿起剃刀時，看到的也不是一件古代兵器，而只是老師要求他們反覆練習的一套動作。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人永遠看不見後來的結局，他們只能在眼前的制度、資源與期待之中，做出當時看起來最合理的選擇。但無數個合理的選擇疊加在一起，就變成了我們今天所稱的歷史。所以下一次，當你再次看見一把武士刀時，請記住，在那片被打磨的閃閃發亮、筆直而高貴的刀光背後，還站着另一件沉默的武器。它沒有那麼適合掛在腰間，也沒有那麼容易被拍成孤高劍客的浪漫故事。它太長，太笨重，身上沾滿了不同階級、不同性別以及不同時代留下的手印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它比武士刀更接近真實的日本。那是一個不斷淘汰舊秩序，卻又捨不得真正丟掉舊傳統的國家。它會把戰場上的兵器改造成腰間的刀，把殺人的技術改造成修身養性的武道，再把後來才發明出來的規矩說成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精神。歷史從來沒有真正消失，它只是像剃刀一樣被拆卸下來，裝上另一根長柄，再交到下一個時代的手中。刀刃依然是那片刀刃，只是握着它的人早已換過了一批又一批